他们来自不同县市，背着撞球杆走进比赛会场。在比赛场上，瞄准9号球，精准出杆，只为撞出属于自己的光芒。撞球是一项透过思考、瞄准、力道控制的运动，每一次出杆都是对自己策略与技术的挑战。白球旋转，高速碰撞子球，透过跳球、曲球特殊技巧，子球应声入袋，这就是花式撞球。稳定出杆，一杆清光球台上每一颗子球，掌声响起，这就是撞球迷人之处。每天不间断的自我加强练习，定杆、推杆、拉杆都是基本功法。白球力道精准控制到位，专注、冷静、瞄准出杆，撞进子球的刹那间，才有下一次的进攻机会。一场又一场的与球友对战练习，挑战高阶选手，增加实战经验，才能在比赛场上不怯场。发挥冲球爆发力，仔细思考进攻及防守策略，把握对手失误的进攻机会，发挥抗压能力，才能稳健出杆，夺下制胜关键局。这就是战胜对手、获得胜利的秘诀。114年度台湾杯全国撞球锦标赛，8月30、31线上直播。精准出杆，撞出精彩，把握8月最后2天的盛夏时光。我们今天聚集在高雄市政府社会局妇幼青年活动中心的 B1 地下室，连续2天在这里进行的114年度台湾杯全国撞球锦标赛呢，我们今天是赛程的第2天了。看到这个大会准备的树状图，今天出赛的都是昨天打出比较好的表现的选手，得以晋级到今天周日的32强赛。所以呢，我们待会就随着比赛的进行，看最后谁能爬到今年这个台湾杯冠军之争的这个舞台上。好，那在转播台这边呢，依旧是由我董敬桥搭档台亚卫星转播团队，然后今天的奖评呢，依旧找到非常能聊、大家都很喜欢的中正大学撞球代表队的教练林全甫先生。小臭教练早安。早安，各位观众大家早。教练，我们昨天这个虽然看到今年因为不管是台湾的其他地区还是海外因为也有同时有一些撞球重要的赛事在进行所以我们这个人才库就比较分散掉，所以今年其实选手的强度来说，比起去年可能会有一些落差，对。但是昨天的一些比赛，我们还是看到一些精彩的瞬间包含有一些拱9啦，有一些 kiss 啦，甚至是有选手一杆打进3球，听说还在这个撞球的讨论区掀起了一阵的讨论，还有人问是不是 AI， 跟我们分享一下昨天你看比赛的一些状况。没错，就是因为我们昨天下播之后会去看一下的球友们讨论的状况嘛，算是小朋友的赛事，但是还是会有人去截取片段跟大家分享。就有人问说，这个是不是 AI？ 那我当然就回去上面说不是，就是小朋友打出了精彩的好球。是，对，没错，因为我们台湾杯其实就是比较。很多选手都是集中在可能国小、国中甚至高中，所以确实是培养这个基层撞球很重要的一个摇篮。那我们今年呢114年度，然后也希望更多的选手可以在这个舞台上崭露头角。像去年的这个冠军，我们说的少年球王庄智宇，他去年在这个杯赛拿下冠军，然后今年其实就已经在很多的舞台就已经开始慢慢的可以往这个业余甚至是职业的这个方向去迈进了。没错，已经有接受蛮多职业的教练在做指导，然后他的球技也是突飞猛进。是，所以我们也希望可以在台湾杯挖掘到更多撞球的未来之星。好，那马上我们要转播到的第一场比赛，在主舞台呢是由罗祥礼选手来对上刘佑泽选手，双方有一个年龄的差距所以拿的局数不一样。罗祥礼只需要拿下3局即可获胜，而刘佑泽则必须要拿下5局。祥礼去年也有参赛，我记得，对，他也是光华国中的非常代表性的球员是，对。每一次中等学校他都会出来比赛，然后我看到他都会有一种
这个拼劲，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小孩子不错啊，将来也是大有可为。是。其实一个好的姿势或好的习惯啊，从国中开始培养，是真的蛮有差的。你看现在业余的学生里面打得比较好的，他的国的阶段啊，都有接受到比较好的习惯的训练以及培养啊。我觉得这个方面的话，尽早培养，你到时候才不会忘记。刘有哲选手人称三明区周杰伦，昨天在跟他算是平常一起练球的球友，这个跟郑源的那一场抢5局的大战，也是打得很精彩哦。没错，最后郑源是以一个出击，他是要打防守，对，打防守，但是不一样的一个进球路线，最后是拿下胜利。但他们两人都当时已经都是取得晋级的状况，所以今天都在32强的名单。昨天在这个讨论区，大家也是说周杰伦加油，周杰伦加油。好。啊，他对手的妈妈也是，最后发了文说感谢主啊，最后一个 lucky ball。是，真的，昨天确实还有蛮多很戏剧性的 lucky ball 出现，确实，差点让我以为主将。好，所以佑哲在经过昨天这个比较多自己也有一些失误乱流的状况下，看看今天32强的舞台，自己的状态可不可以再提升？因为我相信有一些选手，如果是平常自己在练球，然后比较少经过这种转播经历的话，他们昨天可能是一个适应期，然后到了今天，或许就会自然很多了。我刚看佑哲，他的神态就比较自若一点，比较自若一点。对，昨天是都蛮紧张的，是，今天就感觉到他已经没有那么胆怯。确实啊，这个东西一定要有一个经验，才会让自己有所成长。好，来换罗翔礼选手，看一下他经过了1年之后啊，球技的成长怎么样？其实光华国小在高雄的撞球圈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栽培基地。对，他们的教练也是非常用心啊。我从我大学的时候就已经有在培养了，然后一直到我现在做教练的时间那么长，还是依然有收到光华国中毕业的学生在大学里面。也许他们高中没有继续打，但是那个上大学之后继续打，你就看得出来很多底子，他的底子还是很好的。那个很多习惯都跟平常自己玩耍的不太一样。我们说科班出身，没错，对，就有点国中就已经把它写在这个 DNA 里。是。所以每年的台湾杯也算是这些光华小将们的另类主场嘛。那我们就期待今年他们的光华大军在这个32强的名单，最后可以杀到什么地步？去年是因为有这个少年球王庄智宇，等于是镇守在这个场地哦，所以大家都在想办法，看看可不可以把他拉下来。但庄智宇的球技跟这个心理素质，确实在去年的舞台上来讲还是技高一筹的。那今年呢，大魔王没有来所以大家都有机会。没错。只是像有些选手的心态就不一样，大家来可能看，庄智宇这次没打，他说，那我有机会。对。那有些人会觉得说，庄智宇没来，好可惜我好想跟他打。切磋一下。就是每个人的心态不太一样。庄智宇，如果我印象没有记错的话，也是去年少数有机会创造，就是一枪。对。青台的这种这种等级的选手，对，
去年的话，还有一位叫陈正佑选手，对，然后他也是今年上了高中，对，那他接下来也是往更大的舞台去做挑战。哇，祥里这个瞄的不理想，进了小白球。没错，可惜哦，桌上剩下6颗球，那我们看佑哲可不可以稳定的发挥。那练习状况是都不错，那面对镜头难免可能会失去了1-2成功夫，那看看这1-2成会不会影响到他收下这6颗球的结果。好，要想一下待会5做6的位置。还不错，感觉到他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心态哦，瞄2下就可以出去。是，整个人的感觉比较松弛了，比起昨天。换了一个人，好像是。但很奇妙，就是昨天他的对手郑源是他平常就已经很熟悉的这个，对，可能男孩子的那种竞争心态上了这个镜头前还是会展现出来。平常大家私底下练球哈拉嘴炮都很轻松惬意，自然，对。所以主要应该还是摄影机的影响，是，对啊。所以，如果是这个撞球爱好者嘛，自己在自己的圈子如果练得小有成就的话，其实都蛮鼓励大家有机会的话来报名，像我们的台湾杯或者是其他有转播的撞球杯赛，体验看看有这样的线上转播，然后除了现场之外，在线上还有这么多球友关注你的那个感觉我觉得对于选手的心理养成是不一样的。对，没错。好，我们来看一下刘哲最后连续几球的 finish， 干净利落，没有什么问题，率先拿下了第1局。没错，感觉出来跟昨天真的是差蛮多的。是，对，这才是他平常该有的水准。就是轻球的速度，对，要这个像爱情来了龙卷风一样，要速度很快。没错，昨天也是，最近很多人都在庆祝这个七夕活动。没错，对，小周教练听说也去过了七夕活动。对，昨天去稍微庆祝了一下，对，很有心毕竟礼拜5当天没办法嘛，我们总是要补过一下。好，这样刘佑哲先拿下了1局之后，跟罗翔礼需要抢的局数的差距在缩小。来看一下他的冲球，哇呀，一次把1号球跟白球都给打进，但冲击蛮多颗的，冲进了2颗。对，1号跟8号处理掉了。接下来连接球是2号。2号，我们看一下2号的位置看一下翔礼有没有什么机会。好，他还是选择距离有点久，有点远，所以先来清。现在镜头前面的上半部，对，他待会2做3要小心一下，不要做到身材球，也跟6号手掉以他身高，他身材球会稍微多一点点，所以一定要深思熟虑一下到自己好架杆的位置。也是蛮谨慎的，是。他可能感觉对手刚把那个剩下的球都吃完，那个感觉对，所以他有点如临大敌的感觉。是，其实这样子打完1场，大家就可以感受到今天对手的状态了啦，然后自己也要调整。所以对于翔礼来说，今天刘佑哲的状况，当然我们从第1局看起来是还蛮沉稳的，所以或许对于翔礼来说，容错率就没有太多空间他也必须要谨慎一点。没错，当然光华国小的这个撞球的基础教育是非常扎实的，所以小朋友你看他的年龄虽小，但是他出手不会给人很急躁的感觉。没错，昨天周6的比赛，我们有看到一些小朋友，他上来就是比较球来就打的感觉，没有想那么多。哎呀，没有藏到后面，可惜。3号球最后没有躲到6号的后面的位置。
不然可以带一个攻中带防，对。没错。但这样的结果已经我觉得在他们这年纪已经算是一个很成功的防守了。我记得我以前学球的时候，教练都跟我讲说，有多少本事就做多少事，不要做超过自己能力以外的事情。对。哦，哇，也还以一记防守哈。路线上虽然是打得到，但白球跟3号球的距离还挺远的。没错。考验一下远杆的精准度。这个狙击怎么样呢？哎呀，差一点点，差一点，狙击像爆头。这个他们这年纪应该都在玩另外一款的啊，玩瓦罗兰。瓦罗兰手机的是不是？没有，他们电脑电脑也有。对，只是说以我们那年代不一样。是，哇，那个时候网咖这一进去就是各种枪声。对 ，Go Go Go。其实说到这个台湾早期，也没有到早期啦，就可能我跟小周教练，我们在学生时期，对，可能15年前的，其实那个时候台湾的不管是保龄球啦、撞球啦，还是网咖啦，这3者其实也都是很多的青少年族群朋友非常热衷的3个场所。那有一些都会做复合式，是对，就是可能至少有其2这样子。对。所以其实相信，如果也是那个年代打撞球的朋友，应该边打撞球，然后打一打，再去开个网咖，这个经验应该就是大家都有这样。没错，大家可能会。哎呀，又进白球，今天大家都喜欢进个小白球呢。想里瞄一下4号。粉色的位置，好，这个4号做5号应该是1颗星做中带了，但不晓得他身高打这4号会不会受到影响？是因为球需要架在比较远一点的位置哦。对，但对他来说可能，哦哟，架那么远呢，还是他要出动辅助杆？应该是没有，没有哦，应该还行。你看他背部整个线条的延伸哦，哇，看来不行。对，可能因为姿势拉的比较极限哦，对于稳定性来说就打了一点折扣。没事，会长高的。是，这个身材会长。对，观念先有啊，那先天的缺失就等待时间给予馈赠吧。对。刘哲吃下了4号，继续看他做5号，不错，回弹，跟核心拉出一点距离哦。有时候这种贴边球打起来不是那么的舒服，这样就比较 OK。说到身高就是有一场国际赛，然后我们职业选手柯明义对在现场有分。哎呀，这个小白球，哇！他今天应该要去打高尔夫了，可能会吃下蛮多 birdie 哦。对，哇，今天进白球的几率蛮高的哦。当然，现在这个时间点出现，都还算先把这些问题发现，不要在很关键的时候出现，那就很要命了。像我刚刚说的，我们柯秉义选手在国外遇到一个国外选手，大概有200多公分。哇塞！对，那他可以站在球台的一侧，拿到对面那一侧洞口里面的白球。哇，那就非常的高，也就是说整张球台他几乎没有难打的球。是，可能他没有身材球的问题。对。哇哦，那刚才的这个犯规可能就要给祥礼clean out的机会喽，他现在已经来到9号，对，来到9号了，而且也非常的谨慎。确实，其实这个时候我觉得才是考验选手心理的时候，因为你前面2颗可能顺利吃掉，但如果9号功亏一篑，你等于是给对手做助攻了。没错，这是9号球最有趣的一个心理战博弈的地方。好，我们看一下罗祥礼
这一撞，可惜。其实有时候心态就是这样，如果对手很强，他把球吃完，你反而觉得你的心态还好。但是如果是因为留到自己哈，尤其是失误，对自己失误，然后没有把球打进，然后对手吃下来，你就会觉得是影响心态更多。没错，你等于在替他人做嫁妆了。好，那刘哲蛮 lucky 的，最后9号的这个机会也把握住，连拿2局。现在他跟罗翔礼都已经是迈向获胜哦，对，都还需要3局，至少先把自己的局数拉平了。当然，2位的年龄有差啦，所以我觉得，球龄也有差一些，所以翔礼也不用想太多，上来在32强遇到身手还不错的选手，就好好的去享受比赛，然后学习。没错，对。我记得佑哲平常练球都会带一个那个运动法圈，那种运动法圈就是那种布的。哦，我知道，现在有些选手也会带。对，他都会用在那边挡住他头发，但他今天没有。今天没有哈，今天就希望是用实地打赢，而不是靠一个幸运法圈啊。对。我以为你想说这样比较有那个周杰伦的感觉，周杰伦不怎么戴发圈。对，周杰伦没有。不过他戴个帽 T 出来打的话，就蛮有那个感觉。对。那我们这一次的转播，您也可以透过线上的多个平台，包含高雄市撞球运动协会的 Facebook Page、脸书粉专以及 Hot Sports 跟动资 Sports 的 YouTube 频道。我们都有这个现场的聊天室，大家球友或者是支持的选手这2天有来出赛，也欢迎大家多多互动，也可以帮刚上述说到的这一些平台按赞、订阅、分享。尤其明天就要踏入到9月了，9月对于我国的体坛哦，算是一个新的篇章。我们在9月9号运动部即将成立，由前羽球的男双金牌国手李阳先生要担任首届的部长。没错，对，这也是算是我国的这个体育机构啊一个创举。哇，1号球弹了之后，是一个 lucky 防守，然后中间有一个2号在做阻挡。其实这次这个运动部成立，就有人说啊，就还是体育署这些人在下面啊，然后只是上面多一个部长，对，到底有什么差别？然后我是第一个，这当然有一个体育出身的人来做这个方向上的调整以及维持，我觉得是一个很重大的差别。毕竟选手出身，他比较能知道没错，我们的方向是要哪里，至少这个总方向是会有更全面的考量。然后再来就是我们成为部之后呢，这个经费上面可以使用的这个总量一定会比在属的时候还要更多，所以能对选手的照顾也会更多。是的，不管是竞技类的还是全民体育类的，都一样，都会受到更多的照顾。没错，以往我们体育署的时候是归属在教育部底下，是的。那升长为部的话，我们之后就是对立于行政院的这个来处理。所以，我相信也是这几年台湾不管在世界棒球12强赛啊，还是许多球类运动，甚至是国内的职业联赛也好、企业联赛也好等等，成绩也好，还是这个人口的增加，甚至是商业价值的成长哦，都会可能让长官们觉得说，哎，好像是时候把体育这个东西单独拉出来了。所以我周围的人其实对于这次运动部的成立，大家都乐见其成。没错。哇，这一个防守藏得很深，哎呀，高招。厉害，这一颗不好打，这打一个大 N 哦。对，
觉佑哲今天是不止醒过来，还打了差不多105分呢。那给祥礼一首歌的时间啊，想一下。没错，对，我们没有计时，慢慢想。旁边其实还有蛮多这个光华的伙伴们。不过对于小朋友来说，这个9月已经是开学的日子，可以回到校园了哈。对，扎实的这个学校生活跟他们撞球社团的训练又要重新开始了。没错，他们礼拜5才刚返校日完啊。我还记得我小学的时候返校日就是回去打扫。哦，对，差不多打扫，然后交代一些行政方面的东西，什么要给家长签的，签一签之类的。对，我都会编各种理由说，哎呀，我还没回国之类，我就不想去返校日。哦，这个角度看一下，会感觉 N 字形。好，好，他应该不是。再来，可惜啊。他应该不是要走这一条。对，他应该走一个 N 字。没有关系，桌上的球还有很多哦，尤其是还有一个4号球要去处理，那可能佑哲会选择4-9碰吗？也没办法哦，所以他现在4号球是苦恼的时候，4-5碰位置也要很好。他要先处理3红色那一颗远端的，所以看他怎么来，因为其实3做4并不好处理。对，因为路上还被6号给影响哦。对，那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建议他摆直球一点点哈，角度小一点，拉到我们刚刚空拍的画面左边，然后这样可以处理我们的4号球，然后4号球可以选择中带或底带，如果角度都不好，也可以用9号球去做一个防守的概念。他这样切一个横移，哎呦。那他这样子的话，原本应该是要做4-5碰，不小心打后了，所以这个角度留下来并不是很漂亮，那就可能会选择防守啦，简单的防守就可以了，不用太复杂，以成功率高为基准。好，那他没有做到很好的防守，有做到，有，最后还行，对，但应该不是他想要的样子。就意识到了哈，但路线上来讲，1颗星就可以化解掉。他拿出跳杆来了哦，我们昨天跳杆，这里要跳啊？对，他可能要选择跳。我们待会再透过画面来看，因为我刚刚看，应该是不能过。因为有点远哦，你看9号球，你要跳还蛮大的。对，还行啊，还行啊，哇。但昨天大家的跳球成功率不高。对，看今天跳球。好，我们来看一下祥礼的跳球基本功练得怎么样。哇，他在这个时候出跳杆，令我蛮讶异的。小朋友如果要跳球的话，可能都要侧手跳了，没有办法正手，身高的限制问题。他拿的这支跳杆也是我们知名选手所。哇，好漂亮哦！哇，这个基本功。有给他秀到，给他秀到。我想说，白球跟9号球的那个空间去做个颗星化解，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对，他说不行，我要跳一下，我要跳一下，展现一下。他拿出这个由我们知名选手所这个研发的跳杆哦。对，看来效果绝佳。好，那这个距离小心不要打到连击了哈。点一下就好，好球。好，接下来5做6，推杆一点点反赛。打得轻切不错，可以，不要直球就好，不要直球。看起来角度稍微小了一点点哦，尴尬了。又要还好他是左手。对，
不然这颗球右手不好处理哈，又要吃身材了。好，他在看这个角度，感觉蛮直的，要直接拉哦。哇，这个拉得太大力，哇哟，还好差一点点被门神给挡下。我想说，刚才那个走势，对，要往中带去了。他今天喜欢找洞口了。是的。好，那我们刚刚稍微看一下大会方向哦，他隔壁的这一道好像是有伍家轩跟这个郑茂腾。对，那伍家轩刚刚拿去交这个比赛单，应该是已经晋级了哈。伍家轩去年也是闯到蛮后面的一位女子选手哦。今年连续报名，我们也期待她的表现。我更期望更多女子选手可以走到更远的地方啦。毕竟撞球这项运动还是男多女少啦。但是可以看看中国其实目前投入的这个女子选手的人数也是相当的多。是。那我们台湾，我也希望说可以推动女子撞球更好的发展。好，那我们右者顺利收下第三局啊，目前是连下3局的一个状况。其实台湾早期发展的好的时候，我记得女子有2个联盟嘛，一个是未来，一个是东升的样子，对，都有一个职业队，然后他们是用队伍的方式去做对抗赛，对。然后当时也创造蛮多话题的。没错，好多漂亮宝贝的时代。漂亮宝贝这词是不是就从撞球开始流行起来？漂亮宝贝好像是专指一个撞球选手叫陈纯真，是，对。那他之后跑去这个中国上海发展，然后开了一个球馆。我记得应该是上海。是。哇，今天右者的白球进袋率很高。对。但还好都是出现在比较前面哈。是的。那祥丽也可以看看。祥丽要处理这个1做2的话，可能也不是很好处理。对，以他现在的身材，他这个要走一个 N 字形啊，从29中间穿过，那他这个身高可能要走 N 字形。又会像刚刚一样有点受到身材的局限，尤其是这个位置对于右手杆架起来会比较吃力一点。没错，对。看这个哇，没有下到左塞，那他这个2号球就要拼远球了。其实像中国现在发展撞球，其实算很蓬勃，算他们一种国球的一种了。像他们光注册的打球人口就3亿人。哇哦！对他们打球，他们会有一个会员系统，需要用身份证字号去做注册的。这可能是他们当局政府规定的一个政策吗？就是他们的协会或者是推广的人，他们希望做一个基数的统计。对，然后登记的人就有3亿人了，哇，这个基数是相当庞大的。然后他们现在比赛的冠军奖金，应该目前最高啊是800万人民币，哇，也就是说大概3200万台币左右，那也是算奖金相当高的一项运动。也是要奖金诱因啊，尤其是大家都成人还是会有这个生活上的压力。你如果有高额的奖金，大家才有这个可以在这条路上发展的一个欲望。没错。而且去中国旅游的时候，也是有一些朋友说：“走，晚上打台球去。”对，他们的收费标准比台湾还高了现在收费对，我记得我12年前去的时候还没有那么高。对，现在就都蛮贵的。当然，我觉得早期也是作为可能一些游艺场或者是这个网咖，他们叫网吧的这个撞球台，可能就是他们的一个附属品。但就像小邱教练讲的，随着这几年职业化，然后竞技化的发展，现在就是撞球这一块
在对岸可能已经是非常单独的一个领域了。没错，就已经有很专业的单独的球馆，就不是像10几多年前是作为网咖或者保龄球馆的一个附属品而已。而且他们现在整个撞球场的设置啊，这开设啊，都是已经一条龙服务了。例如说从地毯，然后到旁边的椅子、桌子、计分板、灯光，然后柱子，然后这个展示板、灯墙、灯条带，这些都有一个标准，对，都有一条龙的服务了。是，所以你去每一家球馆，你会觉得说，哎，怎么都长得很像？对，只是说空间的大小不一样。对，但你就会发现椅子，哎，这家跟这家是一模一样的。可能他们的供应商就是那几家，然后也设立好一个行业的标准嘛，所以就。那以现在我们台湾的选手来讲，或者协会来讲，我们跟对岸的撞球的交流算是密集吗？还是我们蛮密集的？还是都是选手以个人的身份去参赛而已？选手以个人的身份，那我们自己的协会跟对中国的协会毕竟不太一样，因为发展的项目本来就有一点点差别。他们主要发展还是在中式这个撞球上面。对。那我们还是在美式撞球上面，但已经这两者都会去做交流，对，也会互相邀请对方的球星来我们这边做一些比赛，切磋比赛这样。那以我们现在的选手在对岸知名度最高的来讲，就柯佳对。那他们的女粉丝有没有特别喜欢3位的哪一位？这女粉丝，我记得应该是男粉丝比较多。对，哇，所以柯氏3兄弟是这个男女通杀。对，应该是说因为柯家3兄弟他们都这个名草有主了，是，所以欣赏。对，所以女选手们可能就会再去找这个其他选手支持啊。这么现实的吗？我们说道义有道啊。好，最后的3颗，2颗在左，要先处理6，然后再拉远到8。应该说有一个很特别现象，就是中国的女粉丝比较偏爱女选手。偏爱女选手。对，然后男选手喜欢男选手。对，他们不会女选手追男选手，男选手去追女选手的比例那么高。对，他们是男对追男选手，对，有点像纯技艺上面的欣赏了。是，就是对。我知道这个斯诺克的超级高手罗尼，这个奥斯利文，对，火箭先生，我知道他在对岸拥有极高的人气。没错，他最近也是打了一场非常厉害的比赛，他也在单局里面打了2杆的147满分杆哦。虽然冠军最后不是他啦，对，但是也创造话题。对，已经你要想他已经50岁了，他还可以打出超越年轻人的表现，是非常的厉害。对，他们是1975年出生的，总共有3位划时代的斯诺克选手，然后我们就会说是753节。当然，台湾也有很多这个打花式的选手，这是奥斯蒂文，那也很希望他能来台湾。对，但是他听说他出场费很高，是没错。对。他应该是所有撞球，不管是任何项目里面出场费最高的一位球星啊。是。但我必须说，他确实有那个价值性。对。他也很懂得怎么去吸引观众的话题有时候他打球你会看带着很浓厚的嗅味。哇，这里想一下就蛮近的好，让他做一个防守，对，滚的有点出来，
对，但没关系，对，球是贴边是不好处理。然后8号球也在远处，这个打进6号球也没有太好的好处啦，所以相力这颗球应该还是要做一个防守。如果你打进6号、8号球，你也很难处理，除非打带跑啊。6号球打一个灌球，母球切台回去。好，他选择进攻，那看来他就是先打进再说。哎呦，不错哦！滚出来之后也进攻之外小带一个防守。但我们需要摄影机帮我们找一个角度看9号球有没有挡到。有挡到，非常厉害的摄影师，给摄影师加鸡腿。好，那我们右者应该是选择跳杆，然后跳推，打一个跳推，再换杆了。对，现在跳杆的选择非常多啊，因为自从黑科技的产生之后，大家都使用跳杆的机会就变高了。早期都是木杆的话，大家选择跳杆的机会并没有那么高。好，来看一下右者的跳，这个也是需要跳一段距离哈。对，他的这支跳杆就是美国知名品牌美洲豹的 Air Rush。哦呦，差一点点蛮有水准的一跳。对，他的这支跳杆都比我的打杆贵了。哇，所以对，这是金钱的力量。他的武器也不错。对，氪金战士。氪金战士。当然，我们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哦。如果真的对于撞球运动，很投入也喜爱的话呢，那我觉得投入几把好的球杆是必备的。没错，就像高尔夫啊，便宜的5万块一整组都有，那贵的200多万一整组也有，那就是看自己想要什么样的杆子。是，有些人呢买来可能也不是为了好打啦，它就是身份的社交属性哈。对，是。其实像撞球现在也有点像蛮多工艺品的这个展现价值的球杆了。那现在目前撞球杆里面工艺价值最高的话，应该属于除了4大名杆早期的4大名杆之外，现在有一个人杆由我们华人自己创的品牌他工厂是在中国，然后师傅是早期在台湾制作球杆，然后跑去中国做球杆。然后人杆现在的话最贵的话一支也要快200万。哇哦！对，那它就是因为现在有这个愿意投入高精密的车床的仪器，所以可以做更精密的金属加工在我们木头上面，所以它可以做更多的花样，就不像早期手工一个一个凿，没办法有那么高的精度。还是用 CNC 直接对车出来的。CNC 直接车出来。哇，那他这样一根卖到200万，它的当然我们说有这个工艺的价值在，那它的艺术性主打什么？一些这种图腾啊，中华文化的，对，中华文化融入这样子会有例如说有龙，或者是十字架，或者是或者恶魔，有那种日本鬼头的也有。对，那以前要做到这种曲线的东西，在圆柱上的球杆上是很难的事情，但是现在有了绘图软体的帮忙，还有精密仪器的帮忙，其实现在要做到这些图腾的样貌展现在我们圆柱上的球杆，会就容易许多。对，但主要还是你设计的图案是不是大众所喜欢的啦。对，不是说做的越精细就会有人喜欢，你的设计概念啊。图案的对称性，颜色的搭配，美感对，都会造成这支球杆的艺术价值。哇，那真的买来打吗？还是就是挂在家里收藏？打的话，打个可能1个小时打个2球3球，说这支球杆好看，就是拿来秀的时候，已经差不多有一个必胜球的时候秀一下这样子。真的在打的球杆，顶多就是30-50万左右差不多了，因为你毕竟比赛的时候，你有可能不小心碰到杆子还是怎么样，那对
一个艺术品，都还是一个损害的概念啊。那通常都是会收藏起来。祥利的冠带有灌进去吗？哎呦 ，My God！ 好可惜哦，真的。这是，哇哦！我们的控台们、姐姐们都对这个小朋友非常喜爱。他一没有进，每个人都抱头，说哎呀，真的太可惜了。真的，因为这个冠带确实是路线已经跑出来了。对。好，那我们看一下右泽，应该是不会选择中带啦，选择打底带。打底带哈，打中带可能太薄，太薄，他还是看啦。对，然后因为我们在这个削一点哈，但是也要看，因为我们毕竟还是不如选手在现场。对，他可能观察这个距离，你看这样其实还是有半个球的厚度。对，但可能看他还行，轻敲一下，哇，捡到宝。好，刘哲4-0哦，4-0，对，大幅领先。哇，祥利蛮可惜的，但比赛就是这样子，我相信他也可以吸取到一些经验哦。毕竟国小生而已哦，还随着自己年龄的成长，身材啊、臂展都还会再慢慢的加强。好，那这个右泽的朋友也在旁边柱子看哦，应该已经赢了，应该是于凯宏哦。这位靠在黄色柱子的这位哈，也是他们三名帮忙，对，一起练球的，一起练球。OK， 然后只是说刚刚靠在柱子上面这位是在球场有上班的。OK， 对。哦，他就是球场员工。对。哦。好，冲完球1号连接球的位置不理想啊。我也很好奇，这个撞球场员工的球技都很好，这个都市传说是真的吗？看啊，看。生意不好的球场员工球技通常都还不错，因为都在前线那边。如果生意很好的，那球场员工那个球技就不好。对。那通常我们会这样说啊，球技好的会顾中班跟大夜，因为中班会有客人来挑战。对啊，大夜的话就是自己练球的时间比较多。是，对，所以通常最强的2个应该要么就是大夜，要么就是中班，然后早班是最弱的。对，早班就真的是去赚钱的。对，早班就是像那个公务员一样，早上8点到下午4点。对啊，不过开店的这个流程。前端作业是他们在准备了，对，他也比较不需要社交，有些人懒得社交，就是上早班。哇，这一球想要做1颗星反弹，但没有打到我们的1号网球，所以是右泽可以自由球来开，他来看一下有没有你的想法呢？好，还是决定处理1号的中带。好，他这个左手在比划，可能有受张天师的影响对，他可能请到的是王天师，不是张天师。打完吊球，这个左手捏法咒的捏法不对，这结音结的不好。好，有解到。好，留下一个也是不好处理的球那应该是祥利要选择防守，但这颗球可能要架杆起。
好，那我们看一下祥李的架杆器使用的如何？还有把架杆器收起来。刚刚架的位置应该是没有问题。他可能觉得前头有点松松的，好像把它拿下来调整一下。是。好，他选择原本要灌球啦，可能瞄就好。留下来的位置是一个好进攻的位置给右泽。那右泽不晓得吃不吃得完，因为桌上刚好剩6颗，但这6颗刚好以我对他的了解，5做6可能会是他比较不熟悉的做法。对，因为暑假我也有看他打球，这颗5做6应该会对他来说是一个小难题啦。果然做错边了哦，做错边就要想一下了。这个如果拉杆有可能会直接往中带去哦，接到9号球。好，没有，那闪过9号球，7号球就要做远球了。看一下他远球打得怎么样。我们说周杰伦眼睛比较小，远球会受影响的。其实我一直有一个很好奇，就是人家说眼睛大眼睛小，你看到的世界真的有大有小的差别吗？然后这个眼科医生跟我讲说，确实有啊。有我要说你就眯眯眼，你就可以看到眼睛比较小的人看到的。我说哦，确实视力这个视野对于撞球运动是至关重要。像昨天小臭教练就有提到。我们现在都在等待一个戴眼镜的，那个叫什么？戴眼镜的选手，然后对，因为现在戴眼镜能打到很前面的选手并不多。对，台湾早期有一位选手叫张浩平他也是戴眼镜的职业选手，但在他之后就比较少了。是，因为现在有隐形眼镜也比较普遍对，但我本人不敢戴隐形眼镜。国中同学有人戴眼镜的时候手插进去，所以造成阴影。对，我就不太敢。好，那我们恭喜右泽，最后是一个直落5，轻取了祥李小将，但是没关系。光华国小帮人才济济这个我相信这2天来参加台湾杯，他们还是会有收获的。那祥李止步32强之后，就看他的其他这个同学们能不能够在稍后的赛事继续往前走。那右泽得以推进到这个16强之后如果刚才去递交这个成绩单的是吴嘉轩的话，他下一场对手应该就是吴嘉轩。没错，对，我们就可以看到一场男女球员的对决。好，那我们的转播球台先做人员的更换跟场地整理。我们待会再回到台湾杯的周日转播现场。
好，回到台湾杯全国撞球锦标赛的现场，我们持续在进行的是今天的32强赛哦，单败淘汰，看谁能够持续稍后的16强、8强、4强，到最后的冠亚之争。那这场比赛是由李承勋对上林伟胜，两人年龄相仿，所以都是需要拿到5局才可以获胜。我刚刚去采访了一下佑哲啊，他说他昨天打太烂，回去被念了半小时。被谁念？可能他教练。他教练。对 OK 哦。那今天的状况确实有慢慢回稳，但是如果硬要挑的话，他刚才的这个白球的失误稍微多一点哦，在32强可能还能全身而退。如果进到后面还有这样的状况出现哦，那或许就会埋下一些危机。那我们也待会再看看这个3名区周杰伦在这一届的台湾杯啊能够走多远。没错，对，那我们先来聚焦李承勋对上林伟胜这一场。伟胜昨天有转播到他的比赛啊，他对上的是这个江新乐小弟弟。对，那林伟胜也是表现得更技高一筹啦，因为比较身材上跟年龄上的优势。但是这一次32强的对手李承勋，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表现，由他率先冲球，哇 ，power 不错，但有进吗？没有进。哇，这个球全部都在对上面。而且很特别的是，他把9号球也整个冲到外面去了。对，所以可能会产生一些变局，因为以往大部分9号球，因为被保护在中心，所以还是会留在那个左边，对左制球区的位置，但他这次整个被冲出来了。这做了一个防守，好，现在因为1号球有点贴着底部的颗心短边哦，所以看两位选手怎么来打。好，选择一个先灌走的感觉，但灌到这个洞口，对，应该是不太好。那对手应该会选择把它打进之后来做一个2号的防守，2号旁边很多球，作为一个天然的屏障。好，但这颗球要有点力量啊，不能太强力。好，哇，撞到了，这样子2号留下来的角度还可以，好像还是可以切到一些。对。但如果是我的话，我就大胆一点啊！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哎呀，一左一右是吗？对，藏不住秘密啊！哦，这个打厚了，是打薄一点的话，9号球应该是有机会。但他这样一拱，球形又散开了。没错。好，那我们看2号最后跑到了这个4号的前面，这比较难打一个组合球哈，因为2号球在内侧，但应该还是可以。那就是注意 kiss 完之后，母球跟2号球相对位置。好，这个相对位置有点不太好，对，还是可以保啦，就是自己的准度展现。这一球不错，切的挺薄的。对，然后哇，一个反弹之后，跑到一个天涯海角哦。对。我记得台湾是不是也有个景点叫天涯海角？天涯海角可能有哦，但我知道有国之北疆。啊，对，国之北疆在东引岛，我在那里当兵。哎呀，那是算爽兵吗？我觉得不算爽，对，但就是那叫什么，有点被流放边疆的感觉。像我弟弟在马祖，就是刚卖，我有个弟弟，然后他在马祖，
你说爽吗？蛮爽的，没人管啊。然后但是无聊，有够无聊。是，对，就看你怎么选啊。对，你想要比较人间烟火气，你可能就会被管。因为很多人在那边嘛。啊，如果你想要人少一点，哦，那就是比较惬意一点，比较清幽一点啊。看怎么灌这一他是走哇，他选择打一个底带。对，我以为他要灌哦。哇，现在5号还是在一个短边颗星的很中间的位置啊，这个球真的是不好处理。那这样子来说的话，台湾其实应该很多地方你都去过了，连这么遥远的地方你都去过。是哦，哇，东引如果不是去当兵的话，可能真的没什么机会。因为我知道很多钓鱼客很爱去东引，因为那边有一个梦幻鱼种叫做石雕，听说很不错。对，但是钓鱼特别兴趣，对，不然除了钓客之外，对，真的。很少会很少，因为东引就是妈祖里面的小一个更北边的小离岛，大家顶多去南北竿而已。对啊，对。但也是因为这个军旅的生涯，就也给自己开眼界了。所以他是一般国人都可以去，都可以去的，都可以去的。受到什么没有，不受影响。对，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东引看看，也是不错。然后当地也是有酒厂。对，然后我们叫做这个东涌陈高，据说口感不输金门的酒，因为东引那边的那个空气的酵母的那个比例跟金门又会略微不一样。对，东涌陈高好像也在一段时间是我们国宴的用酒，对，蛮有名的。我有喝过马祖的这个高粱啊，那我是觉得比较烈口一点，但也好喝。是，对，你要放到那个冷冻库里。没错，我们都一直放到冷冻库。以我这年纪喝高粱的人已经不多了，大家都喝啤酒。对，但我从小就喝高粱居多。因为像我本身也很喜欢旅游，那其实有很多地方都会有这个撞球场，或者家里有放这个撞球场，你都会去切磋一下吗？对，都会去切磋一下。我有一次环岛旅行，就是到每一个县市的指标性球场，哇塞，去做这个聊天啊，去了解一下台湾。你好适合当 YouTuber 哦。早年没有人做这个撞球台全台巡礼的，现在很多啊。现在有些 YouTuber 做这种什么全台的篮球场啦，或者是全美的棒球场开箱啦，所以当年小周教练是走得很前面的。我有做过短影音一阵子，但是剪了2个片之后我就投降了，那上字幕实在是太累了。然后现在要借助这个 AI 的力量，那你让跟我们分享一下，当年你这样全台撞球之旅循环，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哪几个故事？因为主要是因为那时候台湾经济刚好不好啦，到2008年到2018年，所以那时候是想要去了解一下台湾撞球萎缩的人口，还有说你现在已经看到萎缩了，那我们只能寄予未来，那我们就看，小朋友来这个球场的数量是怎么样去了解。所以你是去田野调查耶，有点像。就对啊，就虽然我不是官方的人，但我很心系未来啦，因为我毕竟在大学里面教这撞球，那我希望说可以看到更多的未来。哇，这个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身材球吃不吃得下来？没有问题。OK， 脚架的那么高，没错。还好，他的鞋子穿的是止滑的啊。像这个地板的话，通常都怕它会滑。会，就是因为支点只在一只脚上面这样。哎呦，李承勋最后靠了这一招黄狗撒尿，黄狗撒尿，拿下了第1局。所以你当时这样看下来，觉得在这个经济大环境不好的情况下，撞球的生态其实还是可以继续啦，因为喜欢的人还是在。喜欢。我们只是球场这么快萎缩，我觉得有好有坏。坏的是打球的人口变少了，对。可是好的是
真的留下来的都是喜欢真的很喜欢的，都是重度爱好者。那我们就是专注于这些，不要说球馆的生意就只想赚钱的人做。其实开球场你除了去做一个温饱之外，你还有一个使命，一个隐形的使命，就是你在培育撞球的人才啊。对。哦，李承勋的开球确实是蛮有 power 的，没错，两开都可以直接把9号球给顶出来。好，现在球分成2个集团，一个在中带这边有4颗，另外一部分集中在画面的左上方。我其中有一次到一个地方在他的球馆就跟别的球馆不一样，它是复古风。复古风，我说复古风不是那种破旧，它真的就是老屋，然后去做改建，然后它地板有那种呈现黑白棋格状。是。对，然后它的这个空间也是老屋的方式去改建，我就觉得不错。就是我觉得我对建筑特别有一个喜好啦，所以我觉得这个老屋改建的撞球馆，我觉得特别喜欢。我也不要说它新潮，我就是喜欢它有一个很特别的空间，让我去打球放松，然后让我欣赏这个建筑的感觉。那这个地方就在鹿港，对，那它就叫鹿柏撞球场。是，对，当然它没有那么像其他的球场那么专业啦。对，但我就喜欢那个感觉，那个氛围。尤其是在鹿港这么有故事的一个小镇那要边打边唱鹿港小镇吗？现在的小朋友应该很难唱鹿港小镇了。对，但鹿港的东西蛮不错，只是它虽然交通可能不太方便，然后火车没有直接到。对，但大家如果有想要去这个鹿港玩的话，可以从彰化或台中都有专车可以到鹿港。然后鹿港它的住宿也方便。还有背包客，它也有家庭客的饭店可以住，然后老街一整条都可以用步行的方式去做吃喝都可以。然后你问我如果鹿港哪里好玩，它有一条艺术小街啦，那它里面有蛮多小店的，欢迎大家可以去看看。然后也有一个蛮有名的早午餐店，然后他们是利用当地的食材做成的早午餐，就不是那种市面上看到的网红早餐店。哇，这一跳 big jump， 对，把1号给打进了，但小白球也飞出去了。对，非常可惜。好像大跳也会比较会发生这样的几率对，就是力量的控制啊。那跳球的力量明显就多了一个3D 的方向，那你就要多一个考量。难就难在你对力量的感知上。好，所以刚才这个鹿港复古风的撞球馆，确实我没去，但我听你这样想象，我脑里就可以脑补出一个很复古的场面，很像那个电影场景会出现的那种感觉。对，那如果对这个历史比较有兴趣的话，如果有人知道辜家，哇，这里也送了一个，送一个白球啊，哇，这2位选手承让。是。不过还好，9号球现在是贴在短边颗星的中间位置对，这个5左右，不然在这个时机点，有时候送还挺危险的。没错。对。那鹿港最有名就是辜家，不是孤家寡人的孤家，就是我们以前海基，是海基会还是鹿人，我忘记了，就是辜仲亮先生他们的家族，就在鹿港。是。那鹿港去的话，然后人家就说一定要吃面线糊跟肉包。对，那如果有去的话，我是觉得肉包一定可以买来吃，然后也可以带回家冷冻。对，这么推。我比较好甜口的肉包啦，那他们的肉包是甜口的，还不错。而且他们每一个历史建筑都有这个导览，你也可以去下载他们的旅游网站的这个导览语音，都会帮你做介绍。所以确实一个可以蛮深度旅游的一个小镇对啊，他们有一个地方蛮特别的，叫做九曲巷，就是它的巷子是做折来折去的。那当初是因为他们就在海边嘛，那九曲巷第一个就是可以让风比较不会那么凛冽，
住户不会感受到那么冷的风，这第一个。第二个是早期会有海盗，让海盗进来的时候比较不会那么容易长驱直入，对，然后就会发现原来早期有这么多历史特色的建筑，是因为它有这层的意义。这一颗6号的灰球，两人都处理了好几杆，总算被陈伟给处理掉。但是这个7号做到一个、做到了8号的遮盖面了，自我防守是。好，那看他这个直球，应该是不会接到膝盖吧？哎呀，我就说讲什么怕什么，因为他们都习惯解，怕解不到，所以都解得比较深一点。解得比较深就容易这样子解到。那这样一个7、9碰有没有一个机会啦？应该剩3颗，不会选择7、9碰，应该是选择吃完它。对，但怕他这个8号中带做不好，感觉他摆这样子是要做8号中带的，这个选择我是觉得不太优的。好，他选择一个一个拉推的有点，他要走底吧？对，但是有点太远，太远哈。太紧张了，那个打点太低的，对啊。好，稳着点角度小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哎呀 ，Thank you very much，Thank you。哇，好甜的，2颗 finish 球8跟9都已经给你送到洞口了。对，送到小城外。哇，那林伟胜很舒服了。所以的确刚才这个做球的瑕疵吧，不能讲失误，但一些瑕疵就会埋下这样关键时刻，让对方兵不血刃都轻轻松松在洞口吃下2球。那林伟胜也追回了1局，现在双方各拿1局，这场感觉很有得打哦。没错，两边会的东西一样多，不会的东西也一样多。那撞球就是这样啦。那有人问我说要怎样进步，我都说就是打在你平常练球就是练自己有点熟又不太熟的东西上面是最好的，这样子你不会挫折感太大，但是你又可以把自己的球变扎实一点。你也不用练很难很难的球，那个太没有效率了，应用场域太少。对，然后太简单的你打没有意义，也不会进步，所以就是练这种自己要熟不熟的东西。通常如果是这种就是业余爱好者自己打好玩的通常在自己练球练到感觉小有成就的时候，大概在什么时期会遇到一个比较严重的挫折感跟卡关的感觉？第一个应该是说的初学者一开始会遇到的卡关，应该是拉杆，对，拉杆的控制或者是他回不回得来，通常是最初学者会遇到的问题。然后第二个会遇到的问题就是准度一些稍微远一点的球开始，大家会觉得说准度有点缺失了，然后就是准度。第三个接下来就是力量上的大中小力，我们不用到很细节的地方，大中小力开始不知道要怎么去控制它。然后第4个，我们接下来就会是这个做球，简单的做球路线。然后第5个就是下赛，对，然后通常走到下赛这边，你就已经开始具备一些简单的吃球能力、续攻的能力，然后就会开始步入一个最大的问题点，就是下赛。对，下赛跟力量都是一个很大的困难点。对。好，那我们来看选手们，像刚刚这个就会有点低杆左塞的感觉，但可能就没有办法做好的瞄准。
其实撞球的技术大概我算了一下啦，大概就是20种。20种。我说技术方面哦，就是没有含在实战应用，是就是个别练习的大概就是大概20种。那你这20种好了之后，我觉得这什么叫好呢？就是你每一个都是50%左右的成功率就好，然后再去实战应用，然后就会比较好一点点。所以我会建议各位先把这20种的技能练熟之后，再去打一些实战的东西，会比较有效果。不然你会永远都不知道自己在打什么东西。其实欧洲就是这样，它没有很着重你马上实战的效果，它就是单项技能练到一个还不错的样子，然后再继续练下一个技能，然后实战中再去把它应用，而不是一直以战养战。以战养战比较偏向职业选手去做的事情，基本功已经是炉火纯青了，需要的是大赛的经验跟临场的发挥哈。那当然，这些青年学子都还在基本功这个 build 的阶段，都还在培养。那其实有很多技能，它是需要这个我们说结合起来，你要 bridge 起来，才有办法衍生出更好的一个技能。例如说抬高杆位的拉杆，那你第一个你要会拉杆，第二个你要会抬高杆位的稳定性。那当然你就要平常要把这2个分开来练习，当你要使用的时候才会把这2个合起来用。哇，这个灌的也不错，看一下最后落点的位置。Oh my God!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very much. 哇哟，没想到李承勋人这么好啊！没错，连送2局啊！盛伟说 ：“Thank you, my bro。”那我觉得承勋应该是对于力量太陌生了。对，看他刚刚上一盘的7、8、9，他的灌带子球都很有力进去，但是母球往往也会落点偏差到原本的设定。对，都大力到不行。像刚刚7、8、9，他那颗7号球太拉杆，跑太远，所以8号就是有 chance 给人家。那像这个灌球，他也是太大力，母球回来洗带哈。所以这个大力有可能是第一个，他本身对力量就陌生；第二个有可能上镜头紧张，然后这个身体就僵硬一点，出力比较大。对，总不能大力，总不会永远都出奇迹啊！没错，是吧？意大利，好，但比赛也才在前半部哈，所以承勋还有这个微调修正的机会，也不用太气馁哦。虽然说连丢2局都是比较可惜的一个情况，但比赛就是这样子，赶快再振作起来，然后及时的修正。好，这就把6号给打进，所以攻势得以延续。现在要攻右下角底带的1号球，没错，轻切一下还掉进去了，打得稍微厚一点，所以这个2号球可能2号藏在左边，对，这个角度可能要算一下哦。哎呦，不错，有点到，哇，他这个做球都很刚好，看得到。这个如果要抬高杆位的话，我是不建议的，小推做另外一边顶带就好了。那他这样子打的话，有进，因为像中带的话，角度如果比较斜的话，我是不建议都打那么大力的，如果打得不够准，都容易弹出来。所以如果可以的话，我们都会舍弃掉一点点2号球做下一颗打中带的球。去做那么大力的打击，有时候是经验啊。你觉得说没有啊，我这颗还是打进了，但以整个大数据下来看的话，大力去打中带，其实它的这个失误率会偏高啦。那我们都会舍弃掉打中带大力这个选项，因为我们不可能就用一次的成功来反驳整个大数据的结果。
毕竟那个是少数，我们都尽量去打一个成功率高的东西。哇，现在5号球藏到了9号球的身后，越至暗面，怎么处理呢？他想要解上面的话，我是不建议的。我觉得可以打这个5号球的右边，微微的他还要打远端的颗星。对冠是蛮有自信的，看一下，应该有可能是犯规了。对，感觉是先感觉了，从画面上面看。那我们裁判也没有错，明察秋毫的裁判有观察到这个状况。哇，那陈勋在这个时机点又给到自由球了。好，果断的选择一个5-9碰吗？没有，可以过。过吗？可以，看他怎么下。好，他这样子过。但他打了一个拉杆，有点我不太懂。怎么说？刚才这个拉杆的，这个应该是要打推杆才可以做7号，他打了拉杆，所以让自己的7号反而对难打了。哎呀 ，Thank you。这2位选手会的东西会，但是做球也是有点好，还有很多的进步空间，好，希望2人打完这场比赛可以收看一下回看看看小周教练的一些建议对于之后下次的路线选取可以多一个想法，参考看看因为这个年龄的选手其实有时候他们这个叫什么？做球逻辑对，好，然后心态上也会这种年轻人的那个比较，也不是讲固执，是叛逆一点。对，你要怎么讲我就不要，我觉得我自己做的好，还会。但不妨多参考看看小周教练这个球龄也是够久一席话可以让你少走好多弯路。好，那我们陈勋又稍微紧张了一下那我是觉得2位选手的做球方面的逻辑啦，我建议可以多看一些线上影片的比赛可以看一下这些选手他们的选择是不是跟自己一样做不做得到其次。对，但我们尽量往成功率高的 Thank you again。哇，2个人都蛮客气的没错，就是那这一杆就真的没办法，就是个基本功的展现，没有把握好而已。这个温良恭俭让，让的不错，对，让太多了。好，2个人都迟没有办法吃下这一颗9号球。再看一下陈勋这一杆推出，哇 ，Oh my God！ 我感觉他心态有一点越打越崩了。我只能说 Thank you very much。哇，还好，无语问苍天的感觉。还好还没哭。国小生应该早就哭出来了。真的。我记得我有一次站一个比赛，就是站国中生女生，然后她打进了这个8号，然后对近代母球也洗带了，对，对方就拿着9号球去打，拿着母球去打9号球自由球，对，就不小心呢打到了一个推杆一起进去，那刚刚原本这个打进8号洗带，剩下9号球，然后这个犯规的女生就哭了，然后对方就上去打这9号球，结果他打9号球也洗带，他也哭了。所以两个都哭了。那最原始的这个哭的呢，他就上去打这个9号球的时候是边哭边打，谢谢。哇，真的是疯狂的反转，对，一场球这样。但我看着他哭中，然后嘴角笑，然后说谢谢，实在是让我觉得太可爱了。所以这个。撞球真的是蛮有趣的，特别在9号球这种只看最后一集的这样的一个规定下，真的是有非常多的惊喜没错，尤其看到年龄小的朋友，他们虽然技术还不够成熟，但是你可以看得到那个情绪的反转，大家就会觉得非常的有趣。你在职业赛场上其实不太会了，对，因为看到是。职业选手已经把他们的心态藏起来了，对，展现专业的一面。好或不好，他们都不太会让你知道。但是你可以只能看得到技术。对，但是在小朋友上面，在基层就可以看到很多这个情绪的流露。
哇，不过刚才那一局真的是2位选手9号球的处理要打屁股。哎，弹了一下出来。好，那这个3号不能进攻，应该是选择一个防守了。魏胜可以用防守来带动一下自己的进攻的，又进去了。对，魏胜今天可能陈勋，陈勋今天可能在这个特别的日子有特别的朋友找他，这时候千万不要摸肩膀。有点重哈。对，没事，赶快要把心态再缓一缓。我觉得刚才确实连续的9号失误，让他的心态有一点崩了，怕是越打越没自信。人家说要在赛场上忘掉上一个失误，其实就是看自己平常对人生的感觉是怎么样。对，有些人会比较在意的过去，有些人就神经大条啊，我刚失误啊，没事啊。是，对，就是消化情绪的能力也蛮重要的。也有人很厉害啊，就是他记得上一个失误，但是他已经很专注于现在，然后他会一时无法察觉到他刚刚自己失误的这件事情。哇，这个身材要稍微吃一点。身材球 OK， 不错哦。伟胜虽然这场比赛对手送了蛮多礼，但他自己该发挥的时候，目前也都还蛮沉着的哈。对，我觉得他被对手送到自己整个松弛起来了。是，松弛到这颗球没有打进，但他运气很好，还不错。好吧，陈勋 ，wake up， 振作。他的站姿比较像斯诺克哦，你看他的脚是平行站姿，跟我们花式就不太一样。没错。那我觉得他这个站姿有可能是自己在影片上学的哦，因为很多现在你在网络上看到影片，蛮多站姿都是斯诺克站姿教学。还是有可能他是打斯诺克出身，然后哎呦，他应该是原本就要这样打，因为这个是我们花式很常出现的4颗星冠。4颗星冠哦，所以我觉得其实陈勋对自己的灌球是蛮有自信的。对，他其实灌球的成功率，子球进球成功率高，母球进球成功率也蛮高的。对，好，那他沉着一点哈，打这颗9号球。好，稳稳的把这一颗给吃下了，不要再当一个好人了。对，但要小心哦，白球不要洗中带，打这个就打进有可能会洗中带哦。没有。好，这一次稳定的把这一颗9号给收下。对，我们恭喜李承勋，在经过了几波乱流之后，总算是在第5局抢回了一个，不然如果让林伟胜听牌的话，那个下一局心理压力更大。对，就压力。所以这一局蛮关键的。好，双方现在持续在2比3的拉锯，所以这2位选手的确有得玩哦。没错。也谢谢我们的大会工作人员还有裁判这2天的帮忙。这位也是老师的学生吗？对。他已经上这个直升中正研究所。小白进去了。好，那冲进了2颗。第1号球在画面右边，3号球在左边哈，所以应该是摆一个薄球会比较好一点。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选手的选择。
哎呀，做到一个直雕，自己把白球推到了4号球的后方哈。没错。那这样子他只能打1颗星的解法了。欢迎他们来，换不到。欢迎他们来问我怎么看奋力教啦。啊、对，因为我觉得刚才那个出杆有一点太急了啦，他没有好好的算。对，现在年轻人大部分都是这样子，就是我抓个大概，反正你也吃不完。是，对。可是我们以前太多机遇战的东西了，就是。对啊，就是会觉得说对手也吃不完，我这时候没解到也不会怎么样。但当他们今天遇到一个你没解到，对手就一定会吃完的，是，你就不会这么随便乱解。以我以前打球的年代，我们打球没有办法那么随便，是，因为我们都通常是会去找高手打球的，所以你掉1颗基本上就会吃完，就很痛，那个失误就特别痛。对，你就算不会什么入射角等于反射角，你什么数学概念都不会，你也会很认真的对待。是，我说是那个态度，我知道。我说以前的打球的态度，跟现在打球态度不一样。我们以前是不认真的面对这个被刁到的状况，现在是我就解不到没关系反正你也吃不完。对。但我们以前没解到就是没饭吃啊，是，因为你打球的钱就会拿去吃饭的钱会拿去就打球了，对啊，是真的没饭吃哦，真的没饭吃哦，是字面上的没饭吃。你一天300块都拿去付球台，你就是只能喝西北风，真的。人还是要有一些压力的时候进步最快，这个进步不一定是技术，我觉得是心态的。认真的态度，你越认真对待某件事情，进步的就会越快。这个5号切左，哇，贴这么近，稍微有点影响。原本低杆右塞不行，那我们就推杆左塞。这个运杆要再运长一点你运那么短可能会用速度在打。但他的运气还不错 lucky， 要不要走圆角的？左上方就走到了右上方。小白还在有一个贴壁的地方。哇，这颗球就不好处理了，打进猛球也可能不好做这个9号球。来看陈勋怎么思考再观察一下。没错，这颗球要发力发力的准度上本来就会稍微受到影响。那我是建议选手们，如果你要发力的话，你运杆就要稍微运的长一点，更快一点不要点点运。点点运就会像这样子突然发力，准度上就会失误，差蛮多的。好，留下一个角度不大的推杆给对手伟胜。伟胜这个推，关键在于推完之后小白球的落点理想状况要怎么跑。对，这推杆带一点点左塞不用太大力，顺的出去就好。他这个左塞没有修正后保差一点点就进了7号中袋，让主播稍微对惊讶一下。我想说这2个也是强运啊。这个关于几率说我记得我国中的时候跟我弟在打球的时候，他就很喜欢拱9这个策略这个捷径。然后我又说你拱9的几率那么低，你为什么还要拱？他说几率
不就1/2进跟不进？我说怎么会是这样？再怎么样也是1/6，6个带选1个带吧。结果上了高中有好好读书之后，发现几率根本就不是我们2个天兵这样算的。哇，这球处理的也蛮精彩的，但最后的考验，远端狙击的能力。但其实我发现，好像这个科学到最后啊，我们说量子啊，是它其实就是2种嘛，一个是你观测到的结果在这边，其他的都是它有可能发生的地方。所以如果你宏观来看的话，其实几率其实就是1/2，不管什么东西都是1/2，只是有或没有。因为其他的几率也可能存在，只是你没有侦测到而已，你没有发现到而已。我们已经进入到量子的世界。对，其实你到最后发现，其实所有几率都不是你所探测到的几率，它有可能就是其他的几率啊。例如说像骰子，人家不是说就只有6个面，对，6个面，但是它也有其他几率是它可能是立起来的啊。你怎么可以把这没有立起来的地方几率直接忽略掉？所以就是一个很神奇的这个几率论。所以我发现我弟才是无师自通的高手，有大智慧哈。对，就进跟不进。哎，好，最后的这个靠近的短球出力哈，李承勋再下一局，追到了3-3，追到了3-3，心态终于回稳了哈。那伟胜就比较可惜，前面吃到的红利现在就又被拉回来了。因为对战组合每个对战组合不一样，有些是只要打3局就可以晋级了，所以我们今天的32强，每一桌的进度其实是会有一些落差的。是的。那像这样子这一场强5局的就会是蛮接近的，会打比较久的一个情况。但还好，两边选手没有做太多的攻防都是进攻。没有防守的话，那都是进度会比较快一点，而且两边都一直会给自由球，这个进度也会拉快一些。是。好，1号球是一个非常好处理的状况，那就是1做2。其实9号球如果会打的话就是1分多钟，不会打的话1局就是20多分钟。那其实还好。那像8号球就很特别，它8号球很常会因为集团球的问题，快的话1局也是1分多钟，慢的话1局，我有看过。这个连线有没有机会？我们先来看一下，他应该也是这样想。他应该大力对他来说，大力对他来说，意大利了。他这颗小力的点，我觉得这个9号球没有跑到他该有的力量。是，我觉得2号跟9号刚那个 kiss 的击球点也不算对，力量不够了，就是有点尴尬，撞击的那个瞬间不太对劲。但我觉得他平常打球蛮大力的，他刚才9号球保守了。其实攻救你就不要怕，因为既然是线跑出来了，你就给他一踹，对不对？好，那就换成林伟胜的持球时间。现在还好，往回跑，还不错，还在给。好，7号这样子。抱歉，是先打5号。好，稍微远了一点。好，那这个伟胜的远球刚刚有尝试过，都会偏薄，这颗希望他打厚一点点。打太厚了。
是对于瞄准的这个细节啊不够精细。也是力道掌控的不佳。对，刚感谢摄影师给我刚刚这个角度啊，我发现他的问题是他的大臂会动，大臂会动。对，他在出杆过程中大臂不稳定。我们非常感谢摄影师帮我拍那个正面，让我发现他的问题，为什么他打球都这么大力，但是准度不行哦？那就是因为他动了大臂，大臂是我们手部关节里面最有力量的。大臂、小臂、手腕，大臂是最有力的，但是它最容易不准。所以如果这个陈勋想要让自己的球技再进步的话，我会建议他回去先练习把大臂固定好，就是输送发力的那个发力方式嘛。是的。好，那这个8号球进的话，就要 Thank you very much。哎 ，Thank you, my bro 。天哪！这两个人上网，对，我看比赛之后，他们互发对方一张好人卡，好了，没错，真的。真的，帮你把障碍都清除了，还送你一个自由球。啊，林伟胜也感受到了，不过他前面也是有吃到啦，所以也是礼尚往来啦。好，那这样李承勋靠着这个对方的放枪。拿下了第4局，率先听牌了。没错，而且他是后来居上的，他后来居上，对，这个整个气势已经转往到他那边是。但其实伟胜的这个桌球观念稍微比陈勋再好一点，是。对。但陈勋如果准度上想要进步的话，确实基本动作可能要雕一下。其实高雄有很多教练啊，如果他是高雄在地人的话。高雄有很多教练，我建议他可以去上个4堂左右的基本动作修正的课，哦，对他撞球的进步会非常多。好，这一推也是进了1颗，把8号黑球给打进。但这个角度看起来，1号球是有被9号球给影响到哈，要做颗星的解法。哦，他打了 push， 好，那就给对方给伟胜去选择打或不打了。那到这边的话，我是建议打啦，都看得到了，对手都是留一个这个 chance 给我打。好，选择接续来打哈。好，那但没打进，没错，准头都还稍微要加强一点点。像刚刚这个就属于半台球，半台球的准度就一定要发挥的好。好，那陈勋已经是来吃到2号，那这个2号球不晓得会不会闪过3号，闪过3号搞不好又太远哦。对，因为2号球太薄，可能会太远，角度也不是很好。没关系，固进母球推杆就好，不用太大力。陈勋不要太大力。哇，他打这个带哦，跑这边，力量控制的还行。哦，如果是我的话，应该就会打另外一个带。好，角度做的稍微有点大哦，母球没有推到，那就是拼准度了。像这种球，大臂有没有动就会差的非常多哦，就是这样，要做精准一点的准度展现。好，那他没有选择进攻，他也知道自己的准度不足，他可能就选择一个防守，但这个防守没有到位，还是他使用了一个对手吃不完的战术，还是他就算说对手再送1颗白球。
喂，那两个人在处理这一颗5号哦，都略显消极啊。没错。好，我们来看一下他这个5号球中带，好差了一点点，差了一颗球。刚刚的角度看哈，大家对中带的是这个准度都没有来得比底带好。那我就可以建议啦，像我以前中带也不好，我都会把中带当做底带的贴壁球来打，就是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就是它不是中带，它已经变成什么带，那我觉得就心理上压力就释然掉，我就会准度有所发挥。可替代性，我觉得这就有点也可以转折到人生的很多事情上面。当你遇到一个困难的时候，你可以先想想它跟你自己之前做过的某个事情像不像。如果像的话，它就有可替代性，这你就可以拿取以前的经验，然后来做这件事情。好，呛死来了！伟盛刚才的这一球没有处理的好哈，所以现在已经是把6号送到了左上方的洞口。那陈勋推进之后，看球的落点。好，这个打下还打上？这个打下还打上？打上，打左边，打画面左边。好，没有问题。我们恭喜李承勋，最后是以后来居上的状态哦，在前面2局发生了几个致命失误，一度无语问苍天哦，但是也靠着中间的慢慢的重回自己的心态，然后加上伟盛也是出现了几个比较关键的失误，让他后面拿下的局数，最后是率先抢下了5局。那2位选手这一次的较量哦，也算是他们的实力，就像小寿教练讲的，会的都差不多，不会的也都差不多哈。那当然，陈勋虽然得以晋级了，但是教练提到他这个大臂的动作，希望他赛后可以再收看一下回放，然后再去做这个姿势上的调整，因为撞球之路要走得更长远，基本动作一定要纠正到一个合适的位置。好，那陈勋就得以迈向16强，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就会为您带来下一场16强的之争。我们看苏哲伟对王冠虎会上演什么样的较量？我马上再回到台湾杯。李承勋、吴佑亨，请出空拍。
好，时间来到上午的10点51分，正在逐渐靠近用中餐的时间。我们的台湾杯现在也进行到16强的对战。好，这一组的对决，苏哲伟红手套战神对上王冠虎，两人在稍早的32强苏哲伟是击败了李伯勋，也是小周教练还蛮看好的一位选手，没错，被苏哲伟干掉了，然后苏哲伟得以晋级，而王冠虎则是在他的组别击败了陆武森，得以晋级，所以两个人现在会师16强舞台，一个要拿6局一个要拿5局，看谁可以继续往下走。我们苏哲伟的加油团很强大，算很强大哦。对，昨天在直播的时候，底下很多人都说苏哲伟加油哦，所以他的这个网上的粉丝，没错，还是他发的网军。当然，苏哲伟也是这一次台湾杯少数几位要拿到6局的选手，所以是年龄在里面算是大哥哥等级的了。没错。拿他的招牌的标志身上的衣服会换，但那一副红手套一定会出现。那可能是他的幸运物，对啊。好，结果一开球先把白球给打进了。那就是王冠虎先来做进攻，1号球也被推进，所以第一球是从2号开始打。冠虎是不是有点像阿迪呀？阿迪就是那个 YouTube， 你等下可以稍微看一下他的。你说教英文的那一位吗？好，待会看。感觉我们都在帮人家这个找明星脸是吧？还是戴眼镜的关系哦。那昨天这个苏哲伟，大家也有在找他的明星脸。对，有人猜到是蛮厉害的。射球的左边没有打进，在洞口弹了2下。我们线上的朋友有没有苏哲伟的朋友啊？帮他喊个加油！还有没有我们冠虎的朋友也帮他喊个加油？两边的粉丝应该是差不多多。好的，这一位，哇哦！结果反弹之后阴错阳差之下，把3号给打进了，攻势得以延续啊。这个韩成运同学，林柏成这次没有打。这里要薄切一下左边，好，打得也蛮轻，球跑的位置也不错。但掉到这里观察一下。我们这次比赛是22岁以下所以林柏成已经超过22岁没有打。22岁，然后最小的有国小，所以其跨距也蛮大的。对，因为就不让研究生打了。不错，稳定的吃球都没有太出格的状况出现。现在最后的8跟9的连击考验一下做球的基本功。先打一个横向，再打一个纵向。这力量稍微轻了一点点吧。看一下落点。哇，轻了3颗球左右。哇，是这个角度就要打得蛮大的。我刚其实有看到他侧面握杆的位置，我觉得他稍微握短了一点点。我会建议他可以回去的话，调整他握杆的位置，再往后握大概2个手指头的长度，会比较好一点点。是。
好，最后这一颗需要稍微趴上来的身体球，稳定性也还算不错。先恭喜王冠虎，率先拿下第1局。苏哲伟是不是昨天没有戴眼镜？有戴眼镜，他只是昨天穿的，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穿黑色的 polo 衫，所以整套看上去还蛮专业的好像是那叫什么选手？对，有点选手感，因为他一整套黑这样子。那今天穿的就比较像是文青风。对，可能出门吃个早餐的那种感觉，可能刚吃完早餐，顺便就过来比赛。这附近蛮多学校的，所以早餐店蛮多的。对，而且知名大卖场也在这附近。是，所以小周教练其实对于这边算蛮熟的哈。这边算蛮熟的。凤山算是你的对，因为守备范围，算是我美食的守备范围。没有，因为这附近有一家球馆，算是我好朋友的自己开的。那有球馆就一定就熟了。对。因为这家球馆的这个职业选手女选手非常漂亮，是对，是我们高雄顶美顶级美少女，美少女，对，叫古正琴。古正琴，来，观众朋友可以搜寻一下古正琴选手。那他的球技或者他的个人魅力是？哇，这一定100分，对，一定没得选。好，我来帮大家报个 IG 哈，古正琴选手他的 IG 是 CHENG真庆725哈，大家有兴趣可以去追踪他一下。没错，如果他现在不忙的话，他应该有在做这个中秋节礼盒凤梨酥，哇，是也是非常好吃。但他今年我不晓得他会不会做，如果大家有幸的话，他有做的话可以购买一下。所以他又会打球又会做糕饼，对，哇，多才多艺，没得选。所以每次去那个球馆就是为了跟他切磋一下，就切磋一下嘛，打不赢。这个球打得好，又会做，人又好，人又长得漂亮，哇，这没得选。那古正琴选手毕业于正修科大哦，也曾经获得2017年夏季世界大学运动会撞球比赛女子9号球的单打金牌。没错，是大运的金牌选手。来看一下这个状况，哎呀，失败了，小虎，你让我失望了，小虎。这应该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第一个失败的跳球。对，今天的跳球水准都还不错，是有把白球一起打进了，但都有跳过。对，他刚刚这个没有跳过，我觉得是他的那个架杆距离太近了，那导致他的加速期太短。我建议他的这个架杆距离是可以的，但是左手架杆的大拇指可以离开他的食指，可以架高一点，让他加速期可以多一点点。好，进退之后白球也跑出来，但是还是干扰到了。哦，没有干扰到，抱歉，是打5号。好，留下一个不能灌球的角度啦，这个灌球应该会2次撞击，会蹦哦。对，那如果硬要灌的话，可能要打一个蝴蝶灌，或者是防守。好，看他选择应该是防守啊，他下第一杆的话，应该是选择防守。好，把局球左打，对，放了一个远球，但还是可以进攻。是，那我们就看，还是有进攻路线。对，看我们的红色左手战神苏哲伟的选择。
左方底带，看一下它的击球点，这要切得很薄吗？不用，大概1/3颗左右就可以。45度角就是1/3。好，出来的位置继续做7号也还蛮理想的。对，还不错。这是一场高局数的比赛了，两边的技术不会差太多。我就喜欢选手打我脸，哎呀，不能夸，真的不能夸。两个人都是这2个，我说2个技术不会太差，2个都喜欢啪啪打我脸，我很难过啊。阿弟加油，阿弟！永康，交给 English 哈。好了，这一次有这个拉歪了啊！哇，球退太少，稍微挡到一下自己。这个角度看起来有被遮盖到吗？应该是没有，但是刚刚这个球做到这边，我只能给他一个 bad。就是明明可以拉得更直一点，但他们都瞄点有点随便啊，瞄得不够精细，打得不够厚，然后拉杆就不够直的退。大家在做确认。其实现在的这选手，他们技术还不够成熟，就是他们在瞄点上面就不够精细。但是要做到那么精细，你要花费的时间会比你刚学球的时间还要久很多。例如说，你要从80分的准度变成85分，会比你从0分到80分所花的时间还要再久一点。可能依照这个运动学的理论，大概是快3倍的时间。快3倍。有时候你为了那5分的精度，你却要花费你0到80分的时间的3倍，是非常难的。这走的有点大，有点谢谢了。对，他们就是因为打点都不够精细，然后分离角就也没办法拉的回撤太用力了。这个最后的9号位置就在王冠虎选手送出了犯规的自由球之后，苏哲伟也开张了。旧爱还是最美所以要这个自由球还是最甜。这个苏永康的名曲。今天在我们高雄市政府社会局妇幼青少年活动中心的 B1 进行的台湾杯，好像昨天这2天也妇幼馆这边也好像有其他的活动。我昨天来的时候，上面还蛮热闹的。这个我可能就不太清楚。是，但其实高雄对于这种民间的活动都蛮支持的例如说像10月。对，高雄就有一个马戏团的这个活动，大概是维持2个礼拜吧。蛮久的呢。对，那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上我们这个高雄市的旅游局去查查看这个马戏团展。它有这个免费的园区，然后也有收票的园区。那里面有台湾的作品，也有其他国外的作品。对。都非常欢迎各位朋友们来高雄旅游，然后去看看这些作品。它的这个活动期间就是在我们这个中秋节、中秋档期到这个国庆的档期，
对。这一次办得很大哦，叫做高雄 FOCASA 马戏艺术节哦。对，我记得这个应该是蛮不错的，因为它有国外的这个极限表演。然后，如果你不喜欢看这种太极限的表演的话，它也有一些剧场性的表演，我就觉得不错。然后也有台湾的一些作家的作品，我觉得各位都可以去看看。对，在10月3号起哦，会在高雄登场，好像会有集结这个多国的顶尖马戏团队，打造一个户外港边乐园的感觉哦。然后是免费入场的哦。那当然会有这个市集美食，还有旋转木马、DJ 派对等等，非常热闹。然后也会有我们知名的乐队旺福，还有这个要去高雄，这个宇宙人这首名曲啊，真的很搭配，他们的都会来表演。所以观众朋友有兴趣的话，你搜寻高雄 FOCASA 马戏艺术节活动，就会有相关的资讯。会办在高雄展览馆轻轨站旁边的大草地哦，成功2路跟海边路口，所以也是高雄这个亚洲新湾区非常热闹的地点。没错，而且我觉得高雄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它如果不要是大型演唱会啊，那个假日的房价住宿都不会太贵。是，比如说我们去国旅都是潘娜，但我觉得高雄是一个不是潘娜的地方。是对，因为它其实饭店有很多选择。那有在这么多饭店的地之下，大家价格战就会打起来嘛，所以假日的这个住宿并没有还算实惠哈。对，我来高雄住宿假日的话，不要太差的饭店，其实2000多块就搞定了。是，对。好，这一球6号跟小白球跑点位置双数双7啊，所以2个人现在贴在中间的这个掷球点还蛮近的。那这位要打左上方，要注意推杆的顺度哦。好，打后了，对，打后了，牛排切太厚了，没煮熟啊。目前看起来是会被干扰到，这个方向的看被9号球干扰到直线的击球点。对，他想要解这个画面右边，那我是建议他1颗星，如果要解这边的话1颗星就好，2颗星有可能会碰到6号球之后洗带。好，他接1颗星，有先碰到6号球，运气还不错，还不错。另类造成一个8号球在线路上做阻挡，所以苏哲伟也没办法直接打直线，他也必须要想一些策略。他去拿跳杆了。没错，这颗球一定要跳，因为跳进就有机会继续进攻我们的7号球，也有可能会选择 Marseille 啦。跳球的话，因为要跳薄球，而且距离近，跳薄球比较不好掌握。那他如果要选择的话，我会建议他瞄稍微厚一点点，不要瞄太薄，不然他有可能会2次跳过。好，成功跳到。其实高雄一直在打造一个很好的旅游环境对我来说，我是一个外地人的话，因为第一个它的交通，台北当然不算嘛，台北本来就是一个政治以及经济高度发展的地方。那撇除掉双北，高雄就是一个，你看它有轻轨、有捷运、有高铁，然后公车也算发达，洗车、租车都有不错。然后饭店也林立，吃的东西也有，那它是一个非常适合旅游的地方。然后它的艺文活动也相当的丰富，那我觉得它蛮适合作为一个单独旅游、深度旅游以及长期相处的城市。是，对。那让小周教练推荐球友们，如果下次想来高雄玩，顺便
用撞球羽球会我们就推荐一家球馆好了。是，对，那我一定推荐高雄中学对面的哆瑞咪撞球馆。哆瑞咪撞球，对，因为我整个暑假都在那边做教球。是，对。主要是因为那边都是学生啊，那大家都蛮单纯，你相处的人也都是雄中生。然后本人是比较喜欢跟这些数学好的人做一些交流。对，在讲这个进出角的时候，不用解释的太累。对，所以在高雄哆瑞咪撞球场应该是我的首选。好，那观众朋友，如果未来有机会来港都旅游的话呢，就去雄中附近的哆瑞咪造访一下，说是这个小臭教练派踢馆的。但我高雄认识的球馆太多了，所以我要再介绍其他家。这个我们的捷克撞球馆这个教练也非常的厉害，他也带了很多学生。然后主要是这个捷克撞球馆，它的桌数是非常充足。对，它唯一的缺点可能就是不好停车，因为附近没有一个很好的停车地方。但是如果大家想要办比赛，如果你桌数不够的话，我建议可以到这个捷克蛮适合的。对，然后还有我们非常有名的职业选手吴昆凌港都魔兽所开设的球场的顶山撞球馆。那他最近也要有一个新的撞球馆，应该是在大顺路跟这个民族路嘛，我忘记了。因为高雄的路我只记得一心二顺，是一心二顺三多四维五福。好，再来继续考你。6合7贤8得9如4。可以啊，可以，背得出来就还不错。对，好，他应该有一个新的球馆正在筹备当中。对，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等新球馆来的时候去拜访一下。好，那再来就要介绍这个高雄指标性的球馆。Nice 撞球馆，它是高雄最指标性的球馆。为什么？因为第一个，它的环境是最新颖的。然后再来就是它的价格是做最高的，所以它环境是最优美，是餐点也好吃，然后这个周边服务也相当的好。那有些人可能会希望打球，如果你是一个人，你没有球伴的话，他那边也有提供这个陪打的服务，然后你就可以找一个朋友，他跟你一起来切磋。对，我们的 Nice 撞球馆也还有附设飞镖，所以也是一个多功能的一个娱乐场所。对，在明城跟三多都有店，刚好一个北高雄，一个南高雄。哇，所以听这样子，很多这样信手拈来，其实高雄如果真的想用撞球之旅其实还蛮丰富的。对，能认识的朋友跟跑的点蛮多的。而且我记得今年年初吧，高雄在这个脆上面对，有一个传说，他说高雄最好吃的炒饭竟然是在 Nice 撞球馆的建功店。是，对，然后这个一度让很多不是打撞球的去那边吃朝圣这样。哇，这也是一个卖点其实，因为现在我们这种复合式的。不管是球类运动和餐饮的结合，也是现在店家很重要。像早期去网咖吃，都觉得为什么他们的泡面煮的特别好吃，没错，特别香。所以现在我们这个建功馆的炒饭也是一绝。对，但可能要去吃到好吃的要碰运气，因为听说炒的好的师傅常常出去比赛，球技也常常对太好出去比赛，哇，真有意思。对，这个。炒得好的这位师傅，他叫刘正雄。刘正雄，那他也是这个25岁左右的业余顶尖好手。然后他本身才刚拿下这个中国的下张拳比赛的冠军。所以是最刚热腾腾的这比赛也就在最近嘛。对。他也算我的好友啦。我都说。狼眼岛帅得不可是，哇！所以他也是多刀流对，就是又会炒饭，开车技术又好，球又打得好，人又帅，哇！这个没得选。然后他也很热心教，就是一些学生族群的选手啦，虽然没有到很专业的物理术语，但他会把他的感觉讲出来。
然后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位选手。因为有很多这种业余顶尖选手在教学上，是我觉得有些会不屑，跟这个打得不怎么样的人分享他的球。是。那他是一个非常愿意分享他的球的人。哇，这位此刻又把白球给打进了。那只能去稍微坐一下板凳，换王冠虎上来接吃。好，这个力量稍微大了点。那还有跟你分享这一次去中国参加下张拳，他的一些感受吗？有，因为他去比赛之前，他就有来我这边，然后问我说，还要怎么可以把杆子再出更直一点？那我们当然有分享一下我们身体的结构嘛。然后我说你可以这样试试看，可能会再更好一点点。对，然后果然马上收到这个效果。当然，他去比赛是一波三折，第一个人到杆子还没到，心力还没到，他就先跟人家借杆子。那真的差很多因为毕竟用人家的武器，对不对？没错，但有时候搞不好别人的武器是更顺手，是更顺手。拍谁啊？我还当咖喱背嘛。哇，那可能也是他这阵子可能状态特别好。没错。像昨天他就邀约我打个球。但我实在是太疲惫不堪，我说饶过我。好，场上现在剩下7、8、9，后面1/3的球数。这颗2颗星的落点控制得很好哦。好，那在这颗8号球。低杆右塞，塞多一点，低杆稍微有就好，塞比较重要，有过中带。这个力数，尴尬，哇，挥起他打的力量有点太大了。哇，这种贴这么近的，可能会发生多次碰撞啊！你那个轨迹，对啊，所以他们应该会选择薄球。没有，他要拼一个解球进哦。好。这个笑容是他的朋友说：“你怎么做成这样？”因为像刚刚那个8做9算基本球，那他如果做成那样，队友都旁边拉拉队也会在笑说：“你哪这啊？”当然了，我们身为球评，当然不能去指教说选手说你怎么基本的是这样，因为场上每个人的心态或者是感受这个比赛的氛围当然不一样。对，我们做球，我们都是用鼓励的方式，对，我们做还有希望他们变得更好的一些建议。我们球评在那边出一张嘴当然很简单，对啊，可是去了场上当然就不一样。是。不过刚才确实那个做球的瑕疵，让王冠虎最后的9号球又抢下了这一局，所以现在局数形成3-1。可惜啦，苏德伟都一直有机会可以拿下这个局数，但一直都差临门一脚。这场如果比赛不幸落败就应该是输在自己的能力最后7、8、9没有办法收得很干净。那如果我会建议他啦，回去的话可以多练习7、8、9收官的能力把9号球都一直置于这个我们排球指的中心处，然后你7号跟8号就在桌上任意的位置，你就是一直反复练习这3颗收官的能力，你这样子9号球做球就比较不会有出现问题。对，我发现他的这个7、8、9收官的能力并不是很好。比较可惜如果在7、8、9这个3连击没有做好，就很容易像刚才的情况给
对方忽然杀出，把你的成果给劫走的这个状况。没错。哦 ，push 呢？对，他放一个远球2号球给对手。那这个应该还是会打啦，这个角度也没有到很大，稍微远一点，但母球没有贴壁，也是好下杆。那只是准度要稍微精细一点。那这颗要做得好的话，要下一点低杆呐，但这个围贴壁做低杆是有点困难。对，会不会卡卡的？打进再说。要先打进再说哦，你没有打进就是没得说。角度的偏差比较大，但意外也算是有小防到啦。这个路线4号有挡到吗？我这样看好像是没有，但是2号球旁边有6号球，应该是阻挡到可以做防守的一些想法。他再确认一下，没错，好的，路线是畅通的。对，但他做了一个chance给对手，让对手吃吃看。但对手应该不会吃，他会打进2号之后做3-9碰。没错，因为其实冲完球我就想说9号这一次停的位置是挺有想法的，对，哦、让可以来垂涎3尺的感觉，没错，在洞前面啊，在不断的吸引你。好，这个回滚的位置不错哦。哦，他确实就是要做成了一个连心的机会了。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局走捷径。苏泽伟选手的3-9碰 combo 组合球。他没有，他没有哈，他要打，他打进，感觉是要打进，是，但都做到这了，何不尝试 kiss 看看？好，但刚才意外把对 lucky 把其他球给送进，现在继续处理3号，但没有处理好。好，那这个留下一个应该可以打 kiss 的3-5碰给这个小虎哥哈。好，顺利的3-5碰，而且位置不错哦。那换我们小虎哥来尝试一次3-9碰吗？看一下王冠虎，选择做 combo， 选择没有，他也是直接打。他们都架鼓是他们都视9号为55啊。没错，他们没有我这么下三滥。没办法，我们老人家能偷吃步能偷吃就偷吃步，是。好，对的6-7，出现的问题吗？送太远了，他做中带耶，哇，这个做中带也不是不行，是跟我的想法不太一样。中带可以，不错不错。最后的6-7-9这样的 finish 能力，看起来王冠虎是可以把握住的，而且是大幅度的领先喽。好，漂亮，王冠虎再下一城，现在已经来到听牌的第4局，被他给拿下。好，那我们红色左手战神苏哲伟有点面临苦境啊。对。究竟会不会像上一场的比赛出现逆转？我们上一场比赛从3-1开始逆转，对，然后这场看会不会从4-1开始逆转？
然，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我们的主办单位会先进行一个午餐跟午休的时间，那么会在表定的12:30再回到我们转播现场。也请大家用完午餐可以持续看下午场次的表现。哇，冲球送进去，1号球跟白球一起进去。哇，还蛮多颗的，场上现在剩下7颗。没错，而且很多都是在洞口前面。对，所以这次应该有机会把这个剩下的7颗球收入囊中啊。当然要先把白球拿起来看一下全盘的考量哦。对，好，他还是先决定先把右下方的3号红色一球一球的吃，稳扎稳打的吃。对，本场最难的应该就是4-5做6了啦。好，那他这颗4号球角度做这么小的话，母球应该是推杆右塞2颗星做2号球，做5号球的底带。如果要打低杆的话，要蛮大力的。好，做这样子我是觉得不太妥啦。做这样的话，这个5做6有点不太受控。你等于要 N 字形从8号后面露头。好，这里攻防转换，算换上冠虎。目前他的获胜的几率比较大哈，没错，有4局的领先，然后在几球关键时刻的发挥也更为沉稳，但这颗也没有打好，但是somehow很 lucky 的从下方跑到了上方。有时候就是 English is good。对，我怀疑不是选手做法，我怀疑是这个球台有被做法过。好，刚才误打误撞哈，把它清掉之后，这个远端的6号也掉进了左上方的洞，然后7、8、9的连珠，来看一下皇冠虎。对，这个稍微打精准一点哈，7号不要碰到8号，不然会8号不好处理。好，打得不够精准，没有碰到8号，但也没有打进去了。对，闪得太边边的了。是，敲到左方的颗星被拒于门外。又是关键的3颗球的这个比谁的 finish 能力。没错，那建议还是进攻啦，我们就打7号球的左边。打了一个寂寞。打了一个寂寞。这个真的没什么好说的。对，我只能说 Thank you 这位，可以去在这个时候关键发生，这个是真的是比较致命的失误。对，他自己都苦笑了啊。好，应该是没有问题了。第一杆点一下横过去哦，然后我们先提前这个恭喜这个小虎可以晋级到我们的16强。是。那我们在比赛结束之后呢，我们就会稍作休息。好，看一下小虎哥，没有问题。好，最后稳扎稳打的，靠着苏哲伟刚才的犯规给的自由球机会，把最后的7、8、9顺利的吃掉。王冠虎选手最后以5比1击败我们的红手套战神哲伟。哲伟今天的表现真的是比较可惜，比起昨天他这个能够逆转的韧性关键时候他自己在下面也是跟球友，你看大家连裁判都要拍他一下说奈安内。对，但无论如何比赛就是这样子，那也希望选手透过这2天不管是有成长还是有教训也好，这都是大家在撞球路上的养分。
那待会我们会进行到这个午餐的时间，然后也会让选手休息一下。表定会在下午的12点30分再回到我们台湾杯的转播现场。那我们也请小豆教练快速总结一下上午看到的一些状况。今天我们从32强开始打，也到16强了，但是选手似乎还是在一些关键时刻会突锤一下。是的，整场比赛看下来的话，今天早上选手们简单的基本的都会，但是比简单再稍微难一点点的话，选手们掌握的程度还不是到很高哦，所以选手们回去可以稍微练一下自己有点不足的地方，然后可以进步的会非常多。尤其这个东西，它其实要难也说不会太难，只是说平常有没有注意到很多细节，再来就是准度上面的表现可以再加强一下。那希望下午的选手们能多注意一下自己这些细节的表现。好，我们待会回来再持续看8强、4强，还有冠亚之争以及后面的赛后访问会有什么样的进展。先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到台湾杯的转播现场。